各位朋友好，我是林云霄。今天想提醒大家一件可能让家庭陷入财务危机的事：父母在美国探亲时突发疾病进急诊室，可能会面临天价账单，甚至因一句话被保险公司拒赔。我们常怀孝心，父母生病的一反应是赶紧送医，钱我来想办法。但必须警惕，在美国急诊环节，一个不经意的用词就可能让保险赔付大门彻底关闭。比如，如果在急诊室为了尽快治疗或出于礼貌，说出我们自己付钱或现金支付能便宜吗？这句话一旦被记录，很可能成为财务灾难的开端。曾有客户因父亲腹痛送急诊，情急下表示可以自己付，结果术后收到18万美元账单，保险公司以主动放弃保险索赔为由拒赔。这背后是美国医疗体系按合同条款运行的冷酷逻辑，人情味的口头表示可能被视作合同变更或免责证据。本期我将拆解美国急诊付费的关键规则，什么是医疗必要，怎样区分网络内外医生，何谓事前授权，更重要的是，从踏入急诊室第一步起，该如何正确沟通，才能激活保险，保护家庭财富，每个细节都可能为你省下数万美元，避免你的家庭陷入破产边缘。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分享的信息对你和身边的朋友有帮助，请先点个赞，订阅一下汇点生活这个频道。接下来请大家务必集中注意力，认真看完。首先，我们要来击碎一个最致命但也最普遍的错误认知，关于自己付钱或现金支付的善意陷阱。我想屏幕前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觉得在紧急关头跟医院说我们有钱，先治病，是一种负责任的体现，能打消医院的顾虑，让治疗更顺畅。这个想法本身充满人性光辉，但在美国的医疗财务体系里，这是一个足以毁掉你理赔资格的毒药。这里有一个核心知识点，大家必须刻在脑子里：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式和保险理赔流程，从你踏入医院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并行运行了。当你对医院工作人员说出我们自己付 We will pay ourselves 或用现金 pay in cash 时，在系统的记录里，这可能会被标记为患者选择自费 Patient elects to self-pay， 而一旦被打上这个标签，整个后续的诊疗流程就会从保险理赔流程中被剥离出来，转入自费患者流程。美国政府和美国保险行业为什么要设定如此复杂的规则？它的核心逻辑不是为了刁难病人，而是为了控制整个医疗体系的成本欺诈和滥用，确保每一笔赔付都符合保险合同的苛刻条款。在保险公司和医院的财务协议里，一个网络内的急诊治疗价格可能是打了巨大折扣的，比如账单10万，协议价可能只有2万。但如果你声明自费，你就自动放弃了使用这个协议折扣价的权利。你需要面对的是医院对外公布的毫无折扣的标价 sticker price， 这个价格是天文数字。更重要的是，保险合同的生效依赖于一系列前置条件，其中最关键的2个是医疗必要性 medical necessity 和网络内就医 in network。当你主动跳出来说要自费，保险公司后续在审核时完全可以质疑，既然患者自愿选择自费，是否意味着他们自己也不认为此次就医符合保险条款中紧急且必要的定义，或者他们是否主动选择了网络外的服务，这就给了保险公司一个绝佳的拒赔理由。所以我们华人同胞常常陷入一个好心办坏事的死循环，我们想表达诚意，却主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而这个致命的表达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求生法则：永远不要主动提出自费，永远将沟通锚定在使用保险上。请大家务必把这句话当成父母进急诊室时的最高行动纲领。那么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和保险条款赋予你的权利又是什么？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联邦法律需要大家知道， EMTALA 急诊医疗和主动劳动法，请记住这个名字。这部1986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了美国任何一家接受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医院，几乎涵盖所有正规医院的急诊科，都必须为任何前来就诊的人提供必要的筛查和稳定治疗，无论其是否有保险，是否有支付能力，移民身份如何。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用我自己付钱来换取治疗权，医院在法律上有义务先救人。你的正确操作应该是，当父母被送入急诊室，在分诊台或注册处 registration， 工作人员一定会询问保险信息，这时你只需要做2件事：得一，清晰冷静地出示父母的医疗保险卡，无论是美国的 Medicare 商业保险还是国际旅行保险。第二，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对方，我们将使用这份保险，请所有的治疗和账单都通过这份保险来处理。 We will be using this insurance. Please process all treatment and billing through this insurance.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保险卡或者保险信息不明，你应该说我们有保险，细节我正在查找，请根据 EMTALA 法律先进行必要的医疗评估和治疗，我会尽快提供完整的保险信息。 We have insurance. I'm locating the details.
Please proceed with the necessary medical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under EMTALA. I will provide the full insurance inform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你的这句话会在系统里为你建立起一个保险索赔通道，所有的诊断检查、用药记录都会朝着向保险公司索赔这个目标去准备和收集证据。这和你建立一个自费通道有着天壤之别。你可能会问，我说用保险，医院会不会因为怕保险公司不赔而拖延治疗？我告诉你，不会，因为违反 EMTALA 法律的处罚对医院来说是毁灭性的。他们会面临巨额罚款，甚至被吊销接受 Medicare 的资格。在稳定急症病人面前，医院不敢怠慢。你的责任不是用付钱的承诺去激励医院，而是用依法行使保险权利来规范流程。但这仅仅是的一步，确保治疗开始后，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二个同样布满深水的雷区——网络内与网络外的幽灵医生问题。很多人以为我进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这家医院在我的保险网络里，那么这里发生的一切就都是网络内的，这简直是大错特错。这就是无数天价账单的真正来源。我要揭秘美国急诊体系里一个非常坑人的现实：医院的急诊室是网络内的，不代表在急诊室里给你看病的医生是网络内的。这些医生很可能属于一个独立的、与医院有合作关系的急诊医生集团 （Emergency Physician Group）， 或者当晚值班的专科会诊医生，比如心血管医生、神经外科医生是独立职业的，他们的账单是独立于医院账单之外，单独寄给你的。这就是第二个核心知识点：意外网络外账单 （Surprise Out-of-Network Bill） 也被称为平衡账单 （Balance Billing）。比如，你父亲的急诊手术很成功，医院账单20万，保险根据网络内协议价赔付了4万，你付了自付额 （Deductible） 和共付额 （Co-Insurance） 一共5000，本以为结束了。3个月后，你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某某急诊医生协会的账单，金额3万美元，理由是该医生不在你的保险网络内，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此费用由你个人承担，你瞬间就懵了。这种情况在父母语言不通、情况紧急时尤其容易发生。当时你可能签了一堆文件，其中就可能有某个单独医生的服务同意书。为了解决这个全国性的问题，美国在2022年生效了无意外法案 No Surprises Act， 为患者提供了一些保护。但对于很多情况，尤其是复杂的急诊治疗，风险依然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防范？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第3个重点：治疗过程中的沟通取证与书面记录。当父母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时，你作为陪同家属，在焦虑之余，必须强行让自己扮演一个冷静的记录者角色。首先，对于每一个前来诊室进行重要检查或治疗的医护人员，不只是最初的急诊医生，你都可以礼貌但坚定地问一句：请问您或您所属的医生集团是在我这份保险的网络内吗？ Excuse me, are you or your physician group in network with this insurance plan?如果对方表示不确定或者说不是，你可以立即向医院的病人代表 patient advocate 或财务顾问 financial counselor 提出关切，并要求记录在案。根据无意外法案，在某些情况下，非网络内医生必须提前向你提供费用估算，并获得你同意紧急稳定期后，否则你可能有法律依据拒付。其次，保留一切文件，从分诊台的登记表到任何你签过字的同意书，到出院小结，全部拍照留存。特别注意文件中是否有自费同意、网络外服务知情同意等字样。你的手机录音功能也可以在沟通重要财务事项时打开。注意各州对录音的法律规定不同，但告知对方后，录音通常是安全的。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到了这个系统的复杂与险恶。那么，作为在美国照顾父母的华人子女，我们具体会在哪几个环节最容易踩雷呢？我总结了3大致命场景，请大家务必对照防范。致命场景1：急诊转住院或手术时的事前授权。黑洞急诊稳定后，医生可能建议转入住院部或立即进行手术。这时，一个关键的魔鬼细节来了。很多保险计划对于住院和非紧急手术要求事前授权 prior authorization，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需要提前批准，否则它可以拒赔或少赔。但在急诊的连续流程中，这个环节常常被忽略，医院可能默认会处理，但有时会遗漏。正确的做法是在医生提出住院或手术建议时，立刻马上当场询问，这个转入住院手术需要向我的保险公司申请事前授权吗？如果需要，医院方面是否可以立即启动这个流程？我需要配合提供什么？你要主动成为这个流程的监督者，确保保险理赔的链条不会在这里断裂。致命场景2：救护车与空中救援的天价陷阱。如果你叫了911，救护车来了，请注意，救护车服务可能是市政府运营的，也可能是私人公司的。私人救护车公司很可能不在你的保险网络内，一趟短短几英里的运送，账单可能高达几千美元。同样，在偏远地区，如果动用了直升机救援，那账单更是以10万美元计。对于救护车，你几乎没有选择权。但事后，当账单寄来时，如果它是网络外的，你要立即同时做2件事：一，将账单提交给你的保险公司索赔，即使网络外，也可能有部分赔付。2，联系救护车公司，说明情况，要求他们与你的保险公司协商，并援引无意外法案中关于
于地面救护车的相关争议解决条款，虽然该法案对地面救护车保护较弱，但正在完善，千万不要置之不理，否则会被讨债公司追讨。致命场景3：国际旅行保险的认知错位与医疗必要之争。旅行保险常见拒赔原因包括既往症排除和医疗必要性争议。购买时请选择承保既往症急性发作的保单。就医时，请医生在病历中明确记录症状为突发、意外急性，并说明检查是为排除危及生命的紧急状况。医生的书面记录是与保险公司交涉时的关键依据。讲了这么多风险和陷阱，难道父母在美国生病，我们就只能束手无策、任人宰割了吗？当然不是，美国的医疗水平是世界顶尖的，我们当然有权利在紧急时获得救治。关键在于你要成为一个懂规则的游戏者，知道如何在这个系统中安全行走。接下来我要给出真正的急诊室财务求生指南，请大家牢记在心。原则1：把嘴管住，把卡亮出。进入急诊室后，关于钱，你只需要说2句话：我们有保险，这是保险卡，和请通过我们的保险处理所有账单。除此之外，不要讨论支付方式，不要询问现金折扣，不要做出任何关于自费的承诺或暗示。你的沉默和坚定的保险指向就是最好的财务防护。原则2：扮演连接器而非决策者。你的核心作用是确保医疗信息、病情和财务信息保险在医院内部以及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顺畅传递。当医生询问病情时，准确翻译；如果父母不会英文，当财务人员询问保险时，准确提供信息。但对于专业的医疗方案，用哪种药，做不做手术，不要替医生做决定，而要促进医生和父母通过你的充分沟通，避免因误解而导致不必要的保险可能不覆盖的治疗。原则3：文件为王，记录每一天，准备一个电子文件夹或实体文件夹，从进急诊那一刻起，收集所有文件、登记表、保险复印件、每一张签字纸、每日的诊疗计划、用药清单、出院指导，特别是出院小节 Discharge Summary， 它是对整个治疗过程的总结，是向保险公司申诉的基石，确保上面的诊断、治疗描述准确无误。原则4：出院不是结束，账单审核才刚刚开始。收到账单后不要立刻支付。第一步，核对账单上的个人信息、日期、服务项目是否准确。第二步，将账单与你的保险理赔解释信 EOB Explanation of Benefits 进行比对。EOB 是保险公司寄给你的，说明他们处理了哪些项目，赔付了多少，你该付多少的文件。如果账单金额大于 EOB 上让你支付的金额，那很可能就是医院还在试图按原价收费。这时，你要打电话给医院财务部，提供你的 EOB， 要求他们按保险协议价调整账单。原则5：勇于申诉，善用外部援助。如果保险公司拒赔，不要轻易放弃，你有完整的申诉 appeal 权利。根据拒赔信上的指引，提交书面申诉，附上所有支持医疗必要性的病历证据。如果申诉失败，可以联系你所在州的保险监管部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投诉。对于数额巨大、争议复杂的账单，可以咨询专门处理医疗账单的律师或患者权益倡导组织。很多情况下，医院也愿意对自付部分进行减免 financial assistance 或制定分期付款计划，关键是你要主动去沟通、去申请。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根本性的观点：美国的医疗和保险体系是一台基于合同与规则的复杂机器，它不讲人情，只认条款。我们接父母来美国共享天伦，绝不能因一场疾病就让家庭陷入财务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请记住，用钱能解决的思维去应对这套系统，往往代价惨重。很多人觉得美国医疗账单可怕，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你对规则的无知和沟通的失误。在这个信息时代，你的每一句表述都可能被记录并产生法律和财务后果，所以请把这期视频的内容转给你身边所有父母在美国或即将来美的朋友，告诉他们：一不要在急诊室提自付，2要紧盯网络内医生问题，3要保留一切文件证据，冷静、清晰、合规才是保护家人健康和家庭财富最坚实的盔甲。在视频的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父母在美国有过就医经历吗？你是否收到过意想不到的天价账单？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或者你为父母购买旅行保险时最看重哪些条款？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互相提醒，共度难关。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保护你的家庭，请点赞、收藏并关注汇点生活。我是凌云霄，我们下期再见。